嘿，大家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中说了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想通过这句话引起的外交风波，给大家解释一下这2年黄金、白银暴涨的原因。而且最重要的是，接下来还有什么资产会代替白银、代替黄金，让我们发财？在节目最后，我会通过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逻辑，和大家分享2个指标。这2个指标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买黄金，什么时候买白银。更重要的是，现在还可以继续买另外一种资产是什么？再次声明，今天的影片都是我自己的投资笔记，本人不做任何股票推荐，投资盈亏概不负责。在1月6日，中国商务部无预警突然宣布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军用两物质出口限制，而且还要求其他国家不能把含有中国原料的军民两用物资转手出口给日本。这个政策就精确打击了日本的核心产业，包括半导体制造、先进材料、汽车制造等等，尤其是限制了日本的稀土资源。在6月8日，高市早苗就发出严正声明，说这是经济胁迫，全球经济秩序将面临瓦解。他也重申，日本政府将加速推动供应链强化计划，以降低对特定国家资源的依赖。高市早苗说的这2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未来3到5年的发财方向。第一个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全球经济秩序将面临崩解。第二个解决方法就是加速推进供应链强化计划，以降低对特定国家资源的依赖。这2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未来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战略金属金、银还有铜，在很大的概率上都会继续上涨。从逻辑上我是这么分析的，首先高市早苗说某个特定的国家那肯定就是中国了。而中国在这些年有一些奇怪的动作。首先，中国是在囤积全世界的物资。我从谷歌搜索出来的数据目前中国是持有了全世界 70% 的玉米，还有超过 50% 的小麦和大米。石油的战略储备是超过10亿桶，而美国的战略储备只有 3.9 亿桶。第二，中国央行在进行史诗级的囤金潮，已经囤积了2300多吨，是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买家。第三，2026年1月1日开始，中国开始限制白银出口，出口就要单笔审批。虽然中国不是最大的白银出口国，但是它是包揽了全球 70% 的白银冶炼。中国这么一限制白银出口，就减少了全球5000吨左右的白银供应，让白银的这个价格雪上加霜，继续暴涨。最后就更别说中国的稀土和其他的战略矿产了，都是限制出口。而对日本限制是最多的，什么都有。高市早苗就说这个全球经济的秩序面临崩解，整个世界都要崩塌了。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回到我们之前记忆的全球大团结的世界了。世界都变了，人类的这个经济的核心货币的核心，黄金、白银也要跟着改变。我先说黄金，黄金在全世界的供应还是稳定的，价格不应该大涨。但是全球国家在疯狂印钱，美金贬值，美联储的独立地位也是摇摇欲坠。更加诡异的就是，全球国家一看中国在囤积各种的战略物资，而且还不准出口了。你说这个时候美国慌不慌？日本慌不慌？这个欧洲慌不慌？这个是不是要打仗的前奏啊？所以这种效应一下就扩散出来，全球就开始囤积黄金，把纸币都砸向这个终极的避险工具。所以大摩说，黄金今年的目标是先看涨到5000美元一盎司。第二个就是白银，去年白银涨了 145%， 今年涨了 27%， 马上就要突破100美元一盎司。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就是金银财宝，黄金和白银自古来就是一对儿它就是最原始的货币。在古罗马凯撒大帝的时代，一个金币是兑换20个银币，所以如果金的价值上涨的，银的价值也必须上涨。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公式，大家看了以后就会自己评估白银是低估的时候该买，还是在高估的时候卖出。讲这个之前，我先把逻辑讲明白，就是白银比黄金涨得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白银在最近几十年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从2025年开始，美国、中国都认识到白银的重要性，现在都把它定义为国家战略物资。因为白银的导电性比铜是更好的，所以在光伏行业、电动汽车、军工精密制造中，白银都是必不可少的原料。一块标准的光伏板要消耗白银20克，一台纯电动汽车要消耗白银50克。
未来电动汽车的电池升级后消耗的白银更多，所以在2025年新增的这些光伏板就有175亿块，电动车有2070万辆，所以在2025年一年，光伏加电动车就要消耗白银超过1000吨，而且这个需求是每年递增的。大家再看一下白银的产量和供给表格，现在一年里白银的需求是1148百万盎司，但是产量只有1030.6百万盎司，市场缺口187。未来自动驾驶汽车需求增加， AI 数据中心、绿色能源这种的都是需求几何级的增长。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表格中的供给，2026年到2025年白银的供给每年都保持在1100万盎司上下，没有太大增长。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不开更多的银矿提高产量？如果我是矿主，我也想增加产量，但是问题是白银几乎上就是很难开采了，人类已经挖了几千年了，能直接挖出来的直接都没有了。传统的墨西哥、秘鲁、中国的矿区白银的矿石它的品相都在下降，挖出来的石头都是混合的，很难提炼出白银。然后中国还限制白银出口，所以即使美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想重新建立白银的这种加工厂，开白银的矿山，它需要地质勘探、环境审批、基础建设，加在一起都要7到10年。这还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抗议阻止白银厂这个建设，所以在未来10年内，白银的需求会越来越多，但是它的供给还是会越来越少。所以从这里看，白银在未来的价格还是会上涨的。但是现在白银到底是能不能买？我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工具，大家一定要多看，叫做金银比 Gold to Silver Ratio， 就是黄金的价格除以白金的价格比率。我把这些比率的网站就放到我的留言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金银比就是古罗马20个银币换1个金币的现代版，但这个是由市场来决定，有波动的一个指标。大家看，在2025年4月的时候，黄金和白银的比达到了100以上，意思就是黄金的价格对于白银的价格太高了，太贵了，而白银的价值被低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买入，那就是到现在赚大发了。然后大家再观察一下这个表格，在过去的10几年，黄金对白银的价格它是应该在稳定到50上下，所以根据这个价值对等的原则，未来的白银价值一定是跟着黄金上涨的，直到涨到50上下。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白银现在突然就暴涨了，已经到达了50上下，基本上就是白银和黄金达到平衡。然后再加上这几天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反对美国空袭伊朗，特朗普也暂停了对伊朗的打击计划， CME 也提高了白银期货的保证金这么一系列措施，这就导致了黄金下跌，白银下跌，然后金银比也开始下降，达到了50左右。如果之前是100以上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应该买入白银，但现在已经是50了，这个时候呢就是 hold 了，你可以存着看一下，或者就是你卖出白银的时机了。在金银比中又有一个8050原则，就是80以上你就要买白银，在50以下你就应该买黄金。现在你就是要观看一下，然后呢慢慢入手黄金的时候。但是如果未来白银越来越重要，这个金银比可能会降低，比如降低到40、30甚至20。这个金银比的规则是8050还是8030、20的，这个就看全球对白银的渴望了，一切都是动态的，要时刻观察整个市场的表现。但我认为未来黄金还是持续上涨的，因为这个纸币真的是纸做的。大家再看一下过去100年黄金的走势，从战后的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全球就开始印钞票，而且每到一次危机2000年的股灾、2008年的股灾，再到2020年的疫情，再到2022年的供应链危机每次危机全球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印钱。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危机爆发，肯定也是印钱，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认为未来的黄金会波动，但是长期上涨的趋势不变。而跟着黄金的价值，大家根据这个8050规则，一定要多多观察白银的价格变动，这个白银的价值也会赶上黄金的。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历史规律，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下一步什么东西要暴涨了。这个规律
全都印证在另外一个比率上，叫做铜金比。这个铜是世界上第3重要的物资，它就和白银一样，现在的铜的需求已经超越了供给，新开的铜矿也是要7、8年以上，而且铜是 AI 的数据中心、能源、电线、芯片、汽车，一切和电相关的必需品。在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 WTO 就开始了全面建设全国大基建，把铜的价格推到了历史的高点。2008年的时候，危机出现，黄金上涨，工厂的投资少了，产品少了，铜的价格也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规律就是出现危机的时候要先买黄金，等到危机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和平了，大家可以建厂了，造产品了，这个时候铜就会再次上涨。我们现在看这个表格，铜金比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现在是世界有一些有危机的征兆什么战争或者是经济问题的。同时美国制造业、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美国的电力全部在开工。然后大家再回想一下高师早苗说的话，全球经贸秩序将面临崩解，要加速推动供应链强化计划，以降低对特定国家资源的依赖。高师早苗已经看出危机了，日本接下来怎么办？大家看一下，日本的聪明钱已经把钱都赚到了，日本的工程建设已经大涨，银行大涨，科技军工企业也在大涨。他将来会把在中国的工厂全部撤出，然后在日本本土、东南亚、美国建厂，投资更多的资金建造芯片、AI、新材料、矿产、矿山，要打造一个全新的供应链。而最近的新闻，日本已经在南鸟岛发现了1600万吨的稀土矿，可以供应全球稀土几百年。日本现在已经启动了深海开采计划，接下来就是开采、建厂、提炼新的秩序、新的规则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危机出现的时候这个黄金就在涨，等危机结束的时候，这些工厂就都快建设好的时候，这些铜价格就会上涨，铜金比就会触底反弹。危机之后，各个国家就会出现新的政策，选择新的产业重新建设，生产出和以前不一样的更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认为未来铜的价格也会大幅反弹。目标是多少这个按照历史经验，应该是现在的价格在翻倍，但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美国的电力系统都是好几十年前建的，都已经到淘汰了。未来要产业升级电网升级，用的铜的数量可以说是可以再造一个美国。所以大家看，在这个未来的3到5年这个大周期里，你要有金，也要有银，而且也要有铜。这3个东西在古代都是钱，而在现代你也要把它们当成3个宝贝。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半导体、AI、高科技、能源这些股票还有 ETF 大家一定要配置，金银铜也是不能少的。如何买呢？大家可以买入金矿的 ETF GDX， 铜矿的 ETF COPX， 或者是白银的 ETF SLV， 黄金是 GLD。 个股方向的话呢，南方铜业 SCCO， 金矿是 GFI这个都是美股用美股软件母都可以买到，链接就在置顶留言里。新的用户还赠送台积电或者是英伟达的股票，具体看他们的最新的优惠活动了。提醒大家一下，股市高位梭哈有风险，黄金也不会和火箭一样一直的猛涨。在1980年的时候，黄金在创新高850美元一盎司的时候，在2年内下跌了 65%。 2001年的时候，从1900美元跌到2015年1050美元。这2个全都是在黄金超买的情况下，世界危机突然缓解了世界和平了，人们就抛出黄金，用这钱美金去投资地产买股票，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为黄金不是会产生利息的，所以一旦危机解除了，黄金就会被卖掉。但是现在我观察市场，这个房子在涨价，地铁票在涨价，鸡蛋牛奶都在涨价。美国联邦债务超过38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负债 11.3 万美元。而且现在拿到手里这个现金也是利息太低了，政府还要印钱发福利，各国的央行还在囤积黄金，特朗普还在打仗，所以黄金还有上涨的这个动力。未来也可能出现 15% 左右的技术性下跌，但是各国终究要印钱，黄金还是会涨回去的，白银也会涨回去的。而铜的价格就看全球的工业是不是蒸蒸日上了。
从下个周末开始，黄金可能就会大幅波动，因为特朗普已经改变了战略，让他的 USS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从委内瑞拉已经开往中东了，预计在下周末这个时候就可以到达了。同时，特朗普已经把中东地区的美军驻军进行调整，防止伊朗报复的时候造成美军士兵伤亡。特朗普就说，这个要打，那就一定要一击毙命。所以下周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中东局势如果升温的话，黄金可能还能再涨一波。白银我现在是没有了，因为这个金银比已经到达50了再涨这个白银就是明显贵了，吃鱼已经吃到鱼尾了，所以呢这个风险比较大，就不要进入了。我的这个策略就是让资金在黄金、白银、科技股之间这个轮动多核驱动。所以这个投资它不是买1只2只股票的事情，它是你要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可能包含10个、15个到20个这种股票或者是 ETF， 然后让自己的组合跟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还有政策，还有这个变革中受益。同时呢，你要有一部分现金在手里，等到大跌的时候去抄底。如果新来的没有投资经验的朋友呢，我就建议你可以采用定投的方式，这个涨也买一点，跌也要买一点。定投根据历史的研究，它是一定可以赚到钱的只要你坚持下去，3年左右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投资高手。我做这个频道的原因就是逼迫自己每天去看一些时事的评论、时事的新闻，然后从中挖掘投资的热点。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一旦不关注这些东西我的投资的成绩就会下降。而且我发现，如果我把这些信息做成了影片，我的这个逻辑它就会更加的清晰，也会说服我自己去投资什么而不去投资什么，这样大脑就不会发热，然后一下买到了高点，或者下买到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这个股票，造成大跌这个都是我自己的经验一定要避免这些东西。所以从信息里挖掘这个逻辑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感谢大家，如果你也想支持我继续做下去，请多多点赞、转发还有订阅。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